好，各位晚上好，我是豆买买，今天聊一聊最贵的电动车啊，CR400AF-Z 智能动车组的商务座体验。那昨天呢，CR450AF 跟 BF 两列样车都下线了，我这视频要再不做的话就要变老款了，我得赶紧啊。CR400AF 最高设计时速呢是400公里每小时，试验时速达到了453公里每小时。该系列呢其实有多种型号，比如16节编组的 AF-Z 啊，17节的天选打工人专列啊 AF-BZ 等等。本次呢，我乘坐的是高2267次长沙南到深圳北，我呢是从南昌西上车的，车底编号是2265，配属呢广铁广州动车段，单列的中标价格呢应该在1.7亿到1.8亿人民币左右啊，称之为最贵的电动车毫不过分。那顺便说一句呢，全世界的火车其实早期呢都是烧煤的蒸汽机是吧？后来变成内燃机，那些内燃机呢大部分其实都是增程式的，就是烧油发电的。现在呢，全世界主流的高铁应该都是使用纯电的了，又省电，排放又小，然后速度也会更快。现在说说乘坐体验吧。南昌西站的商务座的休息室呢，是位于 A22 检票口边上的，只是呢在大厅中单独划分的一小块区域，而且呢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远啊。整个候车厅的温度呢，其实比大厅还要低的。那 check in 的时候呢，工作人员会给你提供一袋零食包，临近发车呢，会有工作人员带你去检票口，提前到达站台。这个需求见仁见智哈，如果你的行李不是很多，或者不是跟我一样的需求需要拍车，你真不一定要那么早去站台啊，因为你提前到站台之后还要吹冷风。就是这个跟飞机商务舱的优先登机这个概念还不太一样，所以需不需要提前去站台，这个看你的需求啊。不多一会儿呢，列车进站了。商务座呢位于车头，1+1的布局，总共6个小包间的形式。相比于蛋壳式的座椅呢，提供了更好的隐私性。商务舱呢整体是白色跟灰色的配色。个人呢比较喜欢这样的颜色，比深红色呢看起来要更加简约，灯光的色温也很合适，主要光源呢都是嵌入式的隐藏灯带，灯光呢也比较柔和。空间利用率上做的也很不错，20寸的行李箱呢可以直接推进去，而且不影响到座椅的电动调节。坐垫呢使用的是类真皮的材质，座椅上跟靠背上都进行了打孔，但是呢并没有座椅通风啊。座椅的支持度还不错，相对来说坐垫是比较偏硬的那种，看起来也比较厚实。大体重呢，好处是不会感受到座椅的骨架，那缺点呢就是长时间乘坐，你估计还是会觉得这个要挪一挪位置。那广铁集团呢提供了一个回弹性非常良好的乳胶靠垫，解决了腰部呢比较空支持度不够的问题。座椅左侧呢，放置物品的区域相对来说还比较大，提供了无线充电的位置，额外呢也提供220伏的电源输出，2个 USB Type A 接口。相比于前几天乘坐的 CR400 BF-S 技术提升型，已经提供了 Type C 的接口，所以你能看到这几年呢，高铁其实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些小的演变的。电源旁边的收纳位置呢，广铁集团提供了耳机、眼罩以及耳塞3件套，边上的水杯架呢做的过于小了，即使是细瓶的矿泉水呢也没办法放出去，所以那个位置就空着了。座椅呢提供3个档位的设定调节，分别是正襟危坐、半躺以及躺平。那当然也可以手动调节靠背角度以及腿托角度了，3个位置呢都没啥问题。调节的时候呢，能听到相对比较明显的电机声音，应该比汽车座椅的调节声音要大的，但是呢，比部分老旧的飞机的那种牙医床式的商务舱调节的噪音要小。空间方面呢，在放下了20寸的行李箱之后，依然可以正常平躺。稍微要注意的呢，就是鞋子的放置位置，因为被行李箱占据之后，可能会出现鞋子无处摆放的问题。另外呢，就是在你平躺之后，整个纵深长度1.73米的我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听到过一些身高超过1.8米的乘客反馈到这个长度不够宽裕的情况。那乘客的正前方呢是一个 PTV， 一个是衣帽挂钩，实侧呢衣帽挂钩挂羽绒服没有问题，挂钩的距离位置合适，衣服呢不会置于走廊之中。PTV 呢也就是这个高铁这块娱乐屏里面有一个娱乐中心，此前呢是有一些视频看的，那该列车呢已经没有视频了，不知道是临时故障了，还是铁路总公司发现调研之后的实际使用情况后做出了降本调整。那 PTV 支持实时显示速度是好评的，然而并不能长期固定在实时显示速度这个屏幕上，大概30秒之后呢就会进入桌面首页，所以喜欢看速度的朋友们就会比较烦躁啊。速度显示呢，同样也位于经典的车门端上方啊，没有固定位置显示，也是要不停的看这个滚动的。
那商务舱的包厢门呢是有推拉门的形式，在 CR400BF-S 上，这里是触摸电动的移门。我个人呢更喜欢电动移门啊，推拉门的乘务组呢有时候会站在门外工作台附近工作，会有开门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涉。侧屏方面呢，出门经过本节车厢的车门之后就有厕所，厕所空间呢比常规的洗手间略大，坐便器，且厕所之外呢还有额外的洗手台，清洁度保持的也不错。如果你需要蹲厕的话，往前走一节车厢是有的。没有记错的话 ，CR400是提供有无障碍车厢的，那节车厢的洗手间呢应该是最大的。赠品方面呢，上车的时候提供一瓶饮料加上零食包，零食包内的小零食呢来自于良品铺子，午饭呢3选1，我选的是黑椒牛柳饭。送来的时候发现定价是26块钱啊，感觉相比于之前应该有所降本吧。我记得以前呢都是40块钱的盒饭呢，或者说广州铁路局比较良心，别人家定价40，他定价26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运输时间，从南昌西到深圳北的这趟车停站特别多，全程最快的时速大概是310公里每小时，未能达速。那最后呢，深圳北站进站的时候，避让前序列车还进行了临时停车。总之呢，就是852公里，4小时15分钟到达，晚点了2分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董安买 CR400AF-Z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的商务舱体验。如视频开头所说，昨天 CR450 进行了样车展示，CR450的运营时速呢应该是400公里每小时，不知道本次会不会安排冲高实验啊？列车在苏州站时速达到486.1公里，再次刷新了9月28号沪杭高铁试运行时创下的416.6公里的最高速。其实呢，在2010年，就是将近15年之前了，京沪高铁的 CRH380A 曾经进行过486.1公里每小时的冲高实验，此记录至今无车超越。CR450呢，依然是四方厂负责生产 AF， 常客负责生产 BF。商务座呢，昨天公布的图片来看，看起来也不再是两端都是包间了，而是一端是包间，另一端是蛋壳。这个呢，我觉得都还好，虽然价格一样，有时候要开盲盒，但是两种包间嘛，各有各的优势，我是能接受的。期待它早日开始商业化运营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董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董买买，买买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